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你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知道他的目的，你们才能离开这个游戏。寻找 ESC 的旅途。刚刚你们激活的时候 ，ESC 自主选择了一个玩家，将其感染了病毒程序。ESC 也是一个人，帮凶也是一个人。新世界，再见。他跳下去了。哦，好几个人的并列。我们都有一些情绪障碍问题。暗网其实 loading。根本不是英雄，而是疯子。我发现了一个叫做退治与私人疗养院的地方能治好我们，你们也都来吧。喘不上气了，兄弟一会儿。我来查房喽。这个小王好像刚刚的医生老师啊。小雨是不是刚才进来拍照那个？对。这些人联合起来把 loading 组织的人关进来了。其实这个疗养院其实是假的。我们的 ESC 发现了这个骗局。你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又如何呢？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心理情绪有问题的人说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什么？你们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那又如何呢？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情绪有问题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出现了这种状况了。就我们无论再怎么解释说这家医院是假的，他们是怎么样，只会理解为我们是有病的。嗯，是。哦，明白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刚才经历的这个是 ESC 的记忆碎片，然后 ESC 其实发现了这个疗养院的真实面目，然后他想要去昭告别人，但是也被他们发现了，所以他们就过来跟他说 ：“OK 啊，反正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你是一个精神病了，那么你就算发现我们的面目也没有任何所谓了，因为你跟谁说都不会这样了，也没用，没人会相信你。”是的，所以其实当年就说明 ESC 就是他是应该是我们7个人里面唯一一个发现这个是个骗局的人。嗯，这两个故事连起来，其实能代表说 ESC 第一个恢复记忆了，第二个他其实不是所谓的坏人。他肯定做了坏事儿，这是一定的，因为那个当时杀了5个人嘛，杀了几个平民嘛。对。问题现在是为什么他把 ESC 键抠掉了呢？原因就是他不想回到现实世界嘛，这是一定的。他想在游戏世界待着，让你们都陪着我。但是问题是我们得先找到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首先，他现实当中一定遭受了很多已知的，我们已经有很多伤痛了，再加上有精神类的疾病，对吧？再加上现在正在他的回忆记忆碎片里去找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痛苦，所以他就说明他在现实当中的痛苦叠加的太多了。成功解开第2段记忆中的秘密 ，S 字母已出现，请在沙发上坐好，保持注视 S 字母。注视哦，那儿有字母。哦。来吧。第一，来，哥保护你。注视 S， 来看看那个 S。哇，他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沙发会移动。不会要翻吧？不行，你保护我来，兄弟。我那个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尽管使出来吧。哦，怎么回事？哦，完了，哦，不是完蛋了。No，不是。
没事儿，哎，脚先放，脚先放。可以，现在安全了。图书馆。嗨。你是谁？你是谁？你们是谁啊？我是图书管理员，这里被几个好朋友租下来了。他还特意告诉我，只有他和他的朋友们才能进来。图书管理员。我记得昨天是有一个图书室的线索出现，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对，秘密基地图书馆，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那我们要先做吧。他告诉我啊，一个特殊的验证方式。好，什么方式？就是每个朋友啊都要通过默契测试，考验你们的默契度和了解度。我会依次叫你们进来接受测试。哦，测试中不能有发出声音、提示等作弊行为，你们需要全部通过才能成功。这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毫无默契。不是跟默契无关。如果我是坏人，我们依次进来，我可以做任何事儿，你们都不知道。那这个环节岂不是就是凶手作案的绝佳时机？有点信心，我会给你们4次机会。哦，如果你们能在4次内全员通过，就能得到1次验证的机会。明白。那现在请大家先离开房间。有一个什么来着？明白。什么小弱，啊，小柔美弱。小柔美弱，对。小柔美弱是什么意思？就我们遵循这个规律来。什么叫选小的？就无论有什么选项，选小的那个，选低的那个，选美的那个，选弱的那个。要不商量的时候背着点我呢？走，好嘞。快再解释一下。小柔美弱就是无论什么选项都选那个比较 small 的。好。要中文听不懂，用英文说。small 就包含了更多的意思。选红的还是黄的？红的吗？我们永远选第一个选项呢。所以它会换的，不一定 A1只是那个选项。我们先来一轮，然后再出来讨论。小柔美弱，小柔美弱 ，OK。先打个底儿，好吧？请宁后单独进来。宁后。来，请进，请坐，来吧。因为我们这里啊是图书馆，是的，我们一定不要喧哗。小大傻，哎，是的。那你觉得，一会儿下一个进来的人会用哪种颜色的笔在纸上面写字？选红的还是黄的？红的吗？红色。小柔美，给你举个例子，小柔美弱，我跟丁怎么选？丁啊，丁年纪小。哦。那我们两个美。你们俩。那遇到坎儿了，这个怎么选？兄弟们怎么选？根据你们小柔美弱这样。我们，请赫达进来。去吧，赫达，请坐。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你觉得你们这个团体中胆子最大的人的名字。他名字我忘了怎么办？哦，那可以出去了。写完了吗？写完了。辛苦了，出去吧。我出去啊？都出去。哦，都出去。等一下。哎，不止小柔美弱，兄弟们。他说：“你觉得第二个人进来会用什么颜色的笔？”我说：“红色。”啊，
我选了黑色。刚刚不是说好了红色吗？没说红色呀。他们俩都是红色。选红的还是黄的？红的吗？我们讨论再说红色了，对，但没中没关系。这样，小柔美若坚持，所有的左脚先走，左手拿东西，全部都左嘛，就定一个，男生就是我，女生就定一个，女生就是金。好。说颜色的话就是红色。好。第2次考验开始，请玩家金金亮单独进来。金金亮，左，左，宝贝。没事，没有，我进去没事。第一个没事，第二个开始。我这儿啊有3盘零食，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会先吃哪一个？颜色就是红色。这个确定？请玩家南都单独进来。左。小柔美若，左。小柔美若，左。嘿，早上好。来，请坐。先吃个东西吧。颜色就是红色。可以吗？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会如何 wink？ 这样。他不会做，你要问他是哪只眼睛。那我只能用手动了。左边。对啊。对。好。现在，过了。请玩家赫哒单独进来。左。你要跟老师打招呼。你好啊 ，Hello， 请坐。请对我 wink。耶！不错。请玩家可爱单独进来。左手关门。请坐。好了，可以了，没问题了，可以下一个了。下一个进来的人，他的手进来以后会不会接触到桌面？不会接触，全程不接触。就是他坐下以后，手不会接触。坐下以后是吧？会，因为这个不是小柔美若的范畴，对，它只是生理反应，它一定会碰的。我就说生理反应嘛。他说：“你觉得第2个人进来会用什么颜色的笔？”我说：“红色。”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会画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下一个吧。也许世界就这样。就是不是说是用什么颜色是吧？小柔美若其实要圆满。明白。其实对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团圆嘛，对不对？好呀。这样吧。画一个圆形的，大概的。好。现在，请玩家宁后单独进来。我是最后一个。左。等一下。请坐。哇，这么多东西啊！请圈圆圆的我，继续唱来，非常好。圈圆圆圈，出去，作弊了。好。什么东西啊？您都没问问题，为什么作弊？我们在唱歌，我喜欢唱歌。喜欢唱歌。你也没有规定不能唱歌呀。对呀。我知道他们唱歌是他们的问题，跟我没关系。你不能取消我的比赛资格，我1年就这么高考一次。十分理解考生，十分理解你的情绪，我 get 到了。明白。
但是规则是我定的，出去。哦，行。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行吧，明年复读1年了。好嘞，等你啊。咱回去复读去啊。怎么了？说作弊了。谁知道他们这么严格啊？进来我已经给他比了，是吗？进来我已经这样了。知道了吗？我不知道。好难，很难，这没办法。其实还好，难你们都过去了3个，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在找到规律了。如果说下一个人进来会唱什么歌呢？开始推理吧，你是推理吧。还有一个写什么字呢？写什么字？写小啊，小如美若小啊。好的。行，我觉得我们赢了，去吧，来吧。真的，好来。现在，请叮叮当单独进来。请坐。我这儿啊有这些便签贴，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会把它贴在身体的哪个部分？怎么了？乐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这种。部位哪个部位？你定个部位，我贴在左手背上。好，去吧。去坐下，没事儿。请宁后单独进来。加油，宁哥！哎呦喂，请坐。这现在有这些便签贴，随意挑选一张，贴在你身体的任意部分。哦，贴到身体任意的部位。咱这打扑克呢，这好难撕啊！这个我看看，我来帮你，没事儿，我乐于助人。可是，哎，我不对啊，是好奇怪啊，怎么会这么难撕呢？加油！为什么这么久？他肯定一直在纠结。请立刻做出决定。哇，贴到身体的任意部位。好了，好。你觉得下一个进入的人会选哪一支口红？这个，好，左吧。我先左还是这红的？这是红的，对，这红咱就反。现在，请金亮单独进来。去吧，加油啊！请坐，来选一支口红。都很喜欢。好，回答正确。红啊，这个红是吧？我也是想的是这个。那就对了。但这个也很接近啊。默契到了一个，是没有？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如果让他写一个英文单词的话，他会写什么？那没事，小柔美若。小。写这个就好了吗？万啊，对啊。没想到万，我想到 red。我想的是 small。哎，可以。小柔美若就是无论什么选项都选那个比较 small 的。
好，懂了。我们赌一把好不好？我们赌一把。 small 吧。嗯。你自己来，你别看我。small。哎。啊，不能写桌子上啊。你拿把凿子，你刻桌上去了。好，可以了。他们3个在里面玩的蛮开心的。你们好了没啊？快一点啊！现在，请南都单独进来。我来了，老师好。相信他。相信自己。盯着我看。好，请在这张纸上写下一个单词，随意。英文单词是吧？当然啊。是吗？回答正确。你太牛了！你怎么这么当然了。写什么字呢？写小。比较 small 的。好，懂了。你好厉害啊！你怎么知道是 small？ 而且他们讲的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是我想的。对，我说的是 one， 他说的是 red， 然后他想了个 small。你们这个默契考验，对于我们2个来说，简直就是洒水。我们再送一道题给他们，好不好？出门旅行在哪里订酒店、订机票？那当然是同程旅行。现在同程旅行 APP 搜同程超级省，订酒店、订机票，同程旅行一站式全部搞定，能够省下不少钱呢。可不是嘛，同程旅行真的超级省。压力在我们这儿。完蛋了！等一下，咱们谁最后进的话，那个是最难的。一样的呀，只是压力最大。哦，对。你觉得下一个人进来以后，会在书架上选择哪本书？选择哪本书？红色的书啊。具体是哪一本？具体哪一本？这个是最红的，可以吗？我把它，我可以归位一下吗？因为我选的，可以归位一下吗？归位，下面归位。现在，请柯爱单独进来。QQ 爱一定知道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好，来，请坐，看着我的眼睛，看你的眼睛啊。请在这个房间内的书架中任意选择一本书。是我留给你的一本书，是你留给我的。请立刻做选择。过去找找，对，我去找一找嘛。啊，对，没有任何毛病吧？在你的倒计时之内选到的。我以为你刚才摸的是钢琴呢。没有，我随便摸了摸嘛。对。好帅，好酷啊！帅呆了。好嘞。哇塞，刚才拿书那下真帅，真的。跟你进来直接写那个，是不是？确实。下一个进来的人，他坐下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坐姿？好嘞。进来之后就会这么做，手放在桌子上，双脚在地上，然后这样的。好，明白了。好嘞。
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个不能。跟他说这个。啊。进门等会儿咱们都左手先放在桌子上，坐椅子，左手扶桌子，2只手都放在桌子上。做自己。做自己是吧？记住我们说的，进门等会儿咱们左手先放在桌子上，坐椅子，左手扶桌子。不，坐是正常要坐的，没事，别人让坐吧。好，出去吧。下一个吧。不是，你跟他对啥？对的啥？先把左手放起来，然后2个手放桌子上吗？对啊，我还没做完呢。你就这样一做，他就已经判你错了。啊，没事，其实我们压重题了，没事。行，没事，所以现在就没关系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已经被我打通关了，没关系了。是 OK， 好，我们来把正经的。我们以后就小柔美若没有。对，就是说，他早上吃了什么？没有。哦，一切都是小柔美若没有。对，就比如说金是不是女孩？不是。是这样吗？哎，就这么答，不讲道理。现在，请叮叮当单独进来。请坐。OK， 你觉得下一个进来的人，他会双手比心还是用脸颊比心？我们以后就小柔美若没有。不讲道理。他不会比心。我不对你比心，我凭什么对你比心？我不对你比心，我凭什么对你比心？恭喜你，回答正确。现在，请柯柯爱单独进来。可爱，加油！好，请坐。如果对我比心，你是选择双手比心还是脸颊比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什么都有什么选择？双手比心还是用脸颊比心？脸颊比心。等等，我以为对了。他不是说必须得选吗？对啊，必须得选。他选的双手，我选的双手。还是这道题，下一个进来的人，他会双手比心还是用脸颊比心？得必须做个选择了。小柔美若前，他现在说的双手。比心小，脸颊比心只有半个呀，就比较小一点。个人思考的维度不一样。小啊，大哥，小我就单数吗？他因为他问的我顺序是先双手还是先脸颊，我就选了双手。你这。有人捣乱，可爱。谁在捣乱？是我答错这个问题。但是上一个也是你。上一个不是卡在我，上一个我拿书拿对了，是他进来做错了，是左手。我跟你说，你现在这里踩我，你这里踩我，我没在踩你啊，我只单纯陈述事实，朋友们。不是，不，我们问一下问题。我不信只有我有问题。 OK 啊，你就问他们吧，问他们我的问题。请问你对我比心会双手比心还是单手比心？单手啊。双手比心还是脸颊比心？不是单手比心。那我就脸颊单手，左手比心。必须得选。这个。
Everybody， 小肉美肉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脸颊比心是单手比心，为什么这样不是脸颊比心呢？你不会脸颊比心吗？脸颊比心都是这样的。平时犯傻不都这样犯傻吗？他不这么撒，主要是。这样吧，忒可爱，忒可爱。我没有想到这样，我这脸颊比心这么比啊，没想到单手双手啊。呵。那你的答题的思路是什么？双手比心，为什么是双手呢？因为他先问的我双手比心还是脸颊比心，我小肉美肉，我选的是前面一个。第一点是在哥的意识里，脸颊比心应该就是这样比心，但是在我们的意识里是这样比心，对，所以他会选择小一点的那种。来吧，找答案吧，找线索。哦，密码锁，朋友们。说出我的目标是什么？复仇。回忆一下前2个记忆碎片。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李李我的家里面找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有精神病。李李我他有抑郁症，我们都有一些情绪障碍问题。然后第2个证据就找到了这个精神病院，我们在那里接受治疗，但发现是一个骗局，是他们有人向我们复仇。我们不是 loading 组织吗？我们要抓不同霸凌的人，这几个人就是被我们通缉的人，对吧？他们有月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社交恐惧症啊什么的，被他们知道了，他们就造了这个假的医院来折磨我们，把我们关在里面。对，是这样的。说出我的目标。健康，要健康。康复，揭露他们的，揭露这里的恶行。哎，揭露疗养院嘛。推疗养院。推治愈。哇，揭露推治愈。看一下啊，疗养院找亲人说出真相，揭发疗养院秘密，有病人从这里痊愈出院的成功案例，加上我们这些非正常人的话，真的很难让人信服。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心理情绪有问题的人说的话。这个打叉了。找他们6个说出疗养院的秘密，他们吃的药比我好像更多，病情更严重，发病时现在情绪里很难沟通清楚，也打叉了。就是他要出去揭发这个计划失败了，找我们6个人来说这个秘密呢，我们病得更重，也失败了。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 emo 都飞走。这些病人是假的，可跟我们在这的区别就是没有吃药而已。难道是这个药才导致我们病情加重了？这个药也有问题。最后是一张李李我的照片，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又打了个叉。我已经把李李我的那瓶药换成了糖，可他还是走了。难道只要吃过药就生效了吗？我不能看着大家去死，我们还有救，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活着。找到这瓶药吗？等一下，不是，我已经把李李我的那瓶药换成了糖，可他还是走了。走了是指自杀了。ESC， 难道只要吃过药就生效？所以他换药其实是在救我们。本来要给他吃药的，结果吃成糖了。不治病了吗？不治病了，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ESC 很坏，就是不想治愈他朋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呢？李李我呢，是因为吃了这个药才自杀的，对吧？而且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轻生的意愿了。对，我们很严重嘛。发展下去，我们可能都会自杀。所以呢，唯一呢就把我们送入推门里面，让我们意识活着。但是只要我们回去之后，因为这个药效还在，我们都会自杀。必死无疑。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推门嘛。其实这个 ESC 把我们留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为了保护我们。是的，因为我们吃了那个药出去就他还是好人。
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推门游戏。推门搜一下是不是推门？推门游戏，就推门嘛，就是对，特微推莫恩门。刚才那个是推门嘛，然后里面还有3位，这6位。黑心院长的箱子，为什么答案不是他给我们吃的药？阴谋都未走，可恶！任何手段都黑不进他的电脑。然后这箱子咋了？真正摧毁他们的方式，他们是指疯人院的地方吗？我觉得有可能，如果说这个是黑心院长的箱子的话，那么黑心院长想要摧毁的其实是 loading， 对不对？那么院长如何破坏 loading 呢？就是发疯，让他们都发疯，是不是？发疯，不对，2个都没 F， 都是疯，哪边都没有，那不是发疯。真正摧毁我们是什么？把我们关在疗养院，怎么摧毁我们？就永远关着。第一是疗养院的治疗3部曲，第一不让家人担心，越这么说我就越难受，难道是我太自私了？其实他们的治疗3部曲是让人发病3部曲，越说越焦虑，对，加重病情。哎，刚刚什么3部曲来着？推什么推治愈。哦，推治愈3部曲。那就 TGY 3 SBQ 嘛 ，SBQ 这开了。用这3个方法把我们摧毁掉。这是打了马赛克的。打了马赛克的。可恶！任何手段都黑不进他的电脑。哦，这是 ESC 的记忆碎片。哦，这是 ESC 的记忆碎片。我们现在马赛克是记忆空间，也就是说，他因为 ESC 没有看过这个，他没破解出来，所以看不到这个。哦。哇，这个合情也合理啊。很妙，把我们耍弄得像臭狗一样。啊，没错。臭狗一样。复原卡。哦，我有召唤卡。召唤什么？召唤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线索。哦，召唤这个马赛克的东西是什么？召唤卡。天哪！好厉害，这张卡！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第一 ，loading 组织导致我的企业倒闭，必须倾尽所有对他们展开报复。第二 ，loading 7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度聪明、敏感且都有痛苦的过去，还有抑郁倾向。我将他们7个人的经历发给了一个心理专家，并以如何避免2次伤害有抑郁情绪的家人为理由来寻找他们的帮助。他给我的回复是非常的有用。第一，不要以直面过去为名，反复挖掘他们的痛苦。当我们一遍遍引导他们说出自己最黑暗的记忆、被霸凌的细节、至亲离开的那一刻等等，美其名曰给他们做脱敏训练。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脱敏，把痛苦说成1遍，说出来10遍，可能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实则是让那些还没有彻底结痂的伤疤再一次的被人掀开。等他们开口说我不想说了，我不想说了，那就是他们在保护自己，是本能，是求救。如果说流露出这种你这是在逃避不配合治疗的意思，就亲手堵死了他们的最后一扇窗。第二，不要以积极的心态为名否定他们的情绪，励志标语、打鸡血的口号等等，这些东西对普通人也许有用，但是对抑郁患者可能是另一种压迫。满满的正能量，大家跟我一起喊：我可以，我可以，今天会更好，今天会更好。当他们说到我的状态不太好，如果得到的回复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要主动抵抗它，那不是治疗，是在告诉他们你的感受是错的。大多数人呢都会以为抑郁是太消极，但是不允许一个人有抑郁情绪才是真正的霸凌。
当他们每一次的真实感受都被正能量给盖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只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脆弱了？越这么说我就越难受，难道是我太自私了？大概是我们太消极、太脆弱、太不配合、太自私、我找不到更多的词，结论就是我们的问题。这种怀疑比这个抑郁本身会更加的难以治疗。第三，不要以为家人着想为名对他们进行愧疚绑架，这一条是最温柔的刀。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所以我们让大家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即使失眠也要睡着，要做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一切事情，正常人该做的一切事情。你这样下去，家里人怎么办？你抑郁时，有没有想过你爱的人有多痛苦？这些话把一个本来只是生病了的人，变成了一个连累了所有人的罪人。你活着本身就是别人的负担，这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国家的这个抑郁症患者呢，达到了9500万人。什么是儿童青少年时期最易出现的心理疾病呢？答案是抑郁症。发现我们身边的抑郁症患者，消除病耻感，身边的人能以科学的态度去帮助。所以请记住，大多数人相信积极正向才是健康的，负面情绪就应该被消灭。但人生不能只是选择正确的，也是要选择让自己好受的。人生不能够永远坚强，也需要被允许脆弱。而真正治愈的一个人，从来都不是纠正他的情绪，而是让他知道有些事儿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去原谅，有些伤你也可以一辈子都不去和解。这不是软弱的，也不是放弃，是你在用自己的速度活自己的人生。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疲惫的还是不堪的还是不完美的，都是被允许存在的。第三，买通 Loading 惩罚的人，让他们装死，使 Loading 的口碑陷入谷底，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病情加重，然后我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病，用心理操控、心理摧残的方式去毁掉他们，一点一点让他们走向自我的毁灭。他们不是人人称赞的暗网骑士 ，Loading 嘛，我倒要看看我跟他们的报复手段谁更高明。我可以联合同样被 Loading 整过、充满仇恨的人，一起联合一场大戏。第四，他们中有人意识到疗养院有问题了，这个 ESC， 我误导他，以为是他天天给他吃的药有问题，但是绝对想不到整个治疗的方式，推治愈三部曲全部都是错的。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是的。所有的三部曲也好，各种各样也好，都是把他的伤疤一次次揭开，让他不停地陷入自证。所以我们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而不是药有问题。新世界，再见。哎。复盘一下刚刚咱们发现的3段记忆。首先，第一是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个李李我为什么会修改剧情呢？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打低分，所以他把剧情改得很烂嘛。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做梦，现在却只能在一场场噩梦中挣扎，被迫打出低分，弹出游戏。只有打低分的话呢，系统才能够判定有 bug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才能把我们退出。但是发现我们越来越喜欢挑战，越来越喜欢挑战，甚至打了高分，他就很莫名其妙。我发现他们越挫越勇，还喜欢上了破案。我只好利用我们7位玩家的特点，在游戏里触发了7个大 bug。我本想告诉大家真相，可却通过这次修 bug 的过程，发现了白设计的异常，所以他又换了另外一个方法，把白设计给杀了。白设计吗？这是。他在传送舱被杀害了，现实生活中的他也被干掉了。应该是李李我并不知道我们后面发生的事儿，他的初衷可能是认为我们想陪他，所以留在这个游戏世界嘛，所以他想把我们救出去。但通过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记忆来说，我们可能出去之后也会像李李我一样寻短见，或者是对自己，或者是最后面临死亡这件事儿吧。所以那个 ESC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希望我们离开这个推门的。我已经把李李我的那瓶药换成了糖，可他还是走了。难道只要吃过药就生效了吗？我不能看着大家去死，我们还有救。希望我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活着。他的初衷当然是好的。是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可能已经很惨了，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怕我们一出去就。这应该就是整个故事的全部了，谜底了。
成功解开第3段记忆中的秘密 ，C 字母已出现。你们已经解开 ESC 的全部记忆，游戏灯出键正在修复中，请稍作等待。那我们登出吗？正在修复当中，还没修复完，是不是我们得把那个人找出来之后，才能完完全全的修复完？这2个人。行吧，那我们去传送舱，走，出发。出发了，家人们。出发。大风车哒哒哒哒哒哒哒。玩家传送完毕。Let go， 来 ，Let go，Let go。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验3个人。需要3个人同時站在本檢測鏡前等待5秒。如果檢測者中存在 ESC 或其同伙，本檢測鏡將出現裂痕。请问这儿还有，激活现实之门的唯一方式是4人将手掌放在本检索台上，若4人中不存在 ESC 或其他同伴，则激活成功 ，ESC 将亮起绿光，现实之门将出现在游戏大厅。反之则激活失败 ，ESC 将亮起红光，出口永久隐藏。请注意，你们只有1次机会。这是最终答案嘛？在最终答案之前，我们可以问1次。对。啊，我们只有1次机会。很遗憾，大家没有及时完成任务，未能获得验证 ESC 身份的机会。大家没有完成任务，未能获得验证 ESC 的机会。我觉得我要上。那我也上。对，我们俩要上。为什么你们俩要上？这么快就要打起来了是吗？凭什么你们俩上？等一会儿，我们上没有到那么快呢。没有，他们第一次玩这个环节，他们不知道。行，没事儿。我觉得这样，我们会有什么思路吗？谁会觉得谁更有可能，或者谁更不可能？我们可以发言。我觉得是推3个好的上去，肯定是。当然，一定啊。好。推3个好的，为什么？如果3个人如果是绿灯的话，就证明这3个人全好。3选2啊？3选2。哦。如果觉得是坏的，他亮那个灯的话，你不一定另外3个你不能存好。这道理啊，是不是？因为坏人只有2个。所以就是要3个好人站上去嘛。对。那么我必须站了。那我必须站了。我而且站到最中间。我要站到最里面。没错，来。还能自告奋勇的是吧？问过我们3个人的意见了吗？没有，就是这么一说嘛。对。啊，很急眼。对，你说的对。好，今天我就是这样。哦，你说的对，绿 ，OK， 来呀。等一下。啊，对，上一季他就是那样。快去吧，你快起来吧。你们不是你们上吗？就你，快去吧。为什么呀？我刚刚票型我已经变了。什么都说对，然后如果要自己上去了就，等一下，我没明白。你上一季就是纯耍赖。没事，我接受指责，来吧。那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抬上去呢？没有，他就说这样，我是好人，我不接受。我不管，我等一下我直接拉的。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首先得推一下所有的这个线，说今天我们经历的3片记忆碎片是否可以排人这件事儿。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首先呢，你看看，第一个说让我给我家人打电话，但是给的太多了。然后第2次又说了，他说我找亲人说出真相，揭发疗养院的秘密，不行，就说明这个人是有亲人的，就 ESC 是有亲人的。首先呢，在这个故事里，我跟他没有亲人。好，我们跟宁哥这个走。晶晶亮没有父母。呵哒。没提。没提就是有嘛，对吧？所以 ES 就在你们4个人当中嘛。是的。其实我同意宁哥说的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事实说话啊，这个是证据说话，这个没毛病。确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起码减轻2个人的一个嫌疑吧。我们4个有1个 EXA，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俩其中有可能是感染者，他并不是 ESC 啊。对，就是你们俩是2选1，我俩也不一定是2选1。不是，你们俩就是一定有1个好人。对。
首先我们先找 ESC 是吧？ESC 突破性，它今天这3个关键的记忆碎片，证明了他是怎么发现这场阴谋的，一定有一个线索，就是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有说你的这个对应的证据，好像是说这个人具备非常强的反侦查能力，是不是？那个是他是说这群人，我们7个嫌疑人速写，代号 Lodi， 该对象具备高度的反侦查能力。OK， 好吧。那我们就纯猜游戏环节吧。对，根据3个游戏来。第一个是找药，找那个 emo 飞走了，在那个窗帘下面那里。对，窗帘下面那里本来是谁的包干区？呵，我的包干区。在哪里找到的？在那儿，谁找到那儿？沙发是鹤，第一个就是鹤，我没看到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朋友们，这个包坏，这小子包坏。你说谁啊？你说我啊？你绝对坏，包坏太坏了。你别这样了。那是你的想法。首先是这样，鹤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都知道，在以往的任何游戏环节里面，他没有出过什么问题。第一轮像他进去坐下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那儿我就已经觉得第一次有点端倪，很奇怪了。在第2次的，即便他是认为脸颊比心是说2个手比的话，但是他也会为队友着想。假设队友听到双这个字和脸颊比心的时候，他大概率，如果他真的是呵呵哒的话，他也会去选择脸颊比心这个选择。小茹美说钱，他现在说的双手啊？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脸颊比心是单手比心，为什么这样不是脸颊比心呢？脸颊比心都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根据，就是我通过我们在记忆空间里的一些行为举止，我判断的。我说实话，你这句话把我架在这儿了。你别架不架的，兄弟。我为什么说他这句话把我架在这儿呢？我今天要是凶手，那就得了；我今天要不是凶手，我这游戏或者我认真玩了，你这么说，我觉得很蠢的人。这个我说出这样的言论，我一定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我肯定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好，那你给一个方案，就是如果你自己也可以上，你想拉谁2个？如果我可以上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在我这里稍微做好一点是小丁，还有一个好人，我就会在金姐和南里面选。为什么宁哥不选呢？我不知道，就是比较偏中性嘛。我也不是说宁哥坏啊，就是比较偏中，就我不确定嘛，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一个灰色地带。我一模一样。你一模一样的是，你觉得鹤包坏？你太坏了，你快够了。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坏人玩法，我什么都不会让你们成功，因为我只要永远在明，我把所有游戏搅乱，你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然后我为什么会认为赫尔有问题？其实也是只能通过游戏，今天默契考验的4轮都是赫有问题。我选了黑色。刚刚不是说好了红色吗？问题没关系，红色呀。他们俩都是红色。圈。说作弊了，谁让他们这么严格？2个手放桌子上吗？对啊，我还没做完呢。你就这样一做，他就已经判你错了。脸颊比心只有半个呀，不就小一点？个人思考的维度不一样。如果让我选2个好人的话，我还是一样，我会选他和南。可以首先确认吧，南肯定是铁好人，我觉得。我想当坏人。对，就是这种状态。Why？ 而且我也想当黑刺杀手啊，因为南一直都很认真完成任务，而且积极找坏人。它外面还有一串数字有关系吗？为什么你们俩刚刚看到数字没看到数字吗？刚刚这个药瓶就在你那找到的。这还有一个被子，这还有一个被子。哥，你把你的脚藏起来，你是故意的。英文单词是吧？当然。你太牛了！你怎么忘记了？我可以归位一下吗？因为我选的。所以这是你的想法。那你觉得谁铁坏？其他我不知道，但你们要问我的身份是什么，我就是铁好人。那就打个比方，你们4个人当中，你觉得谁是 ESC 吗？刚说过了，都觉得是我。你快够了！这小子包坏。对。那你是2个地方都不能站喽？我一会儿站上去，他们把我扛下来，肯定。但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至于，就是你至于这么明着来吗？可以明着来啊，一个人在明，一个人在暗，他可以把水搅得很浑，让我们找不到那一个暗的。我们要找到2个人才行。哦，哎，那这样我们就这样忙来好不好？我就拉一把节奏。我觉得我是铁好人，我觉得南是铁好人，我觉得丁也铁好人。我们3个现在就上去验，大家都同意吗？我同意。我也没意见，因为我上去一定会被架下来。同意吗？宁哥同意吗？这样，我同意他俩上，但是你未必。好，那你想换谁上去呢？我换我自己。哦，你要换你自己上去。好，南，看到了吧？谁反对？看到了。说了个啥？你觉得是谁？你肯定是好的。你为什么今天一直不说话？不知道，没信心。创伤 PTSD 要4个人是吧？没事，那个再说，因为先看这轮啥结果了。这个。哎，那这样我们就这样忙来好不好？他反对了。对。我反对啊，我当然要站上去啊。嗯。你们俩猜丁克。我跟宁哥猜丁克啊。哦，你也反对了，你也就是有点反对了，你不支持我站上去了。你们无论怎么站，我都没意见。没意见，为什么要猜丁克？那你们不是也不站吗？好，那我们3个 ，stop， 我们仨有谁反对？举手。我反对。一个反对。好，1票。我跟你说，2个结果，一个是你是坏人，一个结果就是这一轮的那个猜错，还是你要承担结果。我承担，我可 OK。那你承担，我就觉得你是坏人，我不要。你确定你是好人吗？我确定啊。我觉得他是好人。那或者这样，换柯站。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干净，你们3个同不同意？我同意。我站，你同意吗，哥？柯可以，那你就站吧。那我这样可以吗？你这样可以啊。我心跳好快啊！这是碎还是没碎？哈，让你们怀疑，去吧，怀疑吧，继续。怎么沉默了？我直接，哥，你小子，你别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是我？我觉得在我这里稍微做好一点是小丁。如果让我选2个好人的话，我还是一样，我会选他。哥，你别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是我？我是觉得是男啊？又是我啦，我可以啊。可以啥都可以。没事，现在你们仨互撕吧，我就爱看你们仨互撕。那我们3个盘一下，我们3个盘一下，好好盘一下，好好盘一下，盘一下。你们3个人咬吧，你们3个就是大于等于1啊。有可能刚刚那里边就有2个，更模糊了。那就这样，也很简单，就你们3个人嘛。如果你不是，你觉得他俩谁是？OK。如果你不是，你觉得他俩谁是？有可能这俩都是，也有可能是他们其中出一个。你回答了一个什么？那个如果他们2个人你不是的话，他俩谁是？我说实话，因为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不要提第一次玩，你就觉得谁是嘛？蒙一个。因为小丁后面又表现得太好。对，然后你就觉得现在是他，对不对？但我纯没脑子，你别理，就是我真的不作数。哦，所以你问题很大。我的问题很大。不，我说一句，我说一句，这里边其实我有一个想保的人，我觉得小丁是好人，还有宁哥，我觉得是好人。药瓶是小丁找到的。哎，就这个。病房是宁哥规划的。
我们过去一个男的，下面就可以坐个人，可能这样倚着你的腿，在这样猫着就可以。他俩的状态无可挑剔，我只保这2个。我们选最终4个人上去的方式是每个人投出自己心目中的坏人，票数最少的4个人上去，这是最公平的。明白？我不知道，别看我了。你刚刚不脑袋很清楚吗？刚很清楚吗？脑袋被一棒子打懵了。我现在是个大傻瓜。人不要太莽，悠着点。莽又怎样？永远会绊到脚。确实，我也莽，我也是莽夫，兄弟。那我先选吧，我不选晶晶，因为我跟晶晶是好人。你凭什么到现在还？我在我的角度，因为我只能选坏人嘛。哎，你选坏人，选坏人选项。宁哥我是要选的。好，可以吗，宁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我一票。再选一个，再选一个。如果我只有2个选，我就先不选你，因为我刚才是我们3个人上去，一定有个人问题。行，那你再选一个。我选不好。没事，你随便选一个，没事。那我3个人里面，我就把他们俩都选上，行不行？因为我觉得我说不好谁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就你们仨。不，我就想看到最终选哪2个，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好，行，那就选2票，只能选2票。那我还是忠于本心，我觉得就是小丁的那个小脚，自知裸露了，好，扣1分。小丁，你的脚一直在外面。我一半身子都在外面。你觉得丁是吧 ？OK， 我觉得，哎，我觉得宁哥刚刚是很不做好的啦。我连站在上面的资格都没有，然后我就莫名其妙不做好。这3个人出现问题了，没有人指责他们，这怎么搞？我现在在指责了。哦，好了。男我确定是好的，因为我觉得很铁好。丁都这样了，我就不选了吧。如果他已经演的就是你知道，我们狼人杀的术语叫这么做作了，我们还有什么可选的？我觉得我要上。为什么你们俩上？你快扣来。那我选科。OK， 好。我投科和金。为什么是金？不是，我只保他们俩。我觉得你也是好人，我投他们俩，很简单。还有一个好人，我就会在男里面选。我还是一样，我会选他和男。男肯定是铁好人，我觉得。我觉得你也是好人。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没人怀疑他，是为什么呢？为啥没人怀疑他？为什么他不是呢？那你们说你们怀疑他的理由嘛？3个人投完票之后，这个沉默了，那个也沉默了。他状态很不对，他全场在溜达。你看他什么时候溜达过？他状态很不对，他全场在溜达。你看他什么时候溜达过？他的状态很起来的，他一直在。好，我不说好了。经济说啊。男肯定是铁好人，我觉得。看到了吧？身份证看到了吧？我不选晶晶，我跟晶晶是好人。男我确定是好的，因为我觉得很铁好。对我的票就是这2个人。我没怎么和男交流过，因为男一直和金在交流嘛，他一直和金姐坐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互认的一个好身份，或者互发的好身份，这个过程我都不了解。我投金和男，我投完了。金男。你几票？我1票都没有，现在。没人投你了。对啊，这小子包坏，太坏了。不，我是觉得一开始大家一直在说他，为什么后来又不说他了？好，那你们4个上，快点儿！我0票，我上一个。哎，等一下，你为什么喊了个上？啥意思？不是你们要上吗？要测好人吗？要上！快点，直接上吧。反正投票选了嘛，这都是共同承担的后果，行不行？你们是陪你去看流星雨，它在这地球
上。来吧，来，就我们4个。现在开始检验。激活失败。谁呀？是谁呀？激活失败了。唉，没事儿。赢不了。大哥和谁啊？大哥和柯吗？揭晓吧，揭晓吧。揭晓答案。没有吗？是我。啊，就是你啊。是你啊？不是我。是我是这样的吗？请 ESC 往前一步。您和张。您和张啊？不是。对不起，对不起。从来没人怀疑过他，因为我真的就是前面就是确实是太顺利了。我选他是因为大家一般都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ESC 你好，你决定把你的伙伴们永远的留在游戏世界里。现在请选择一个伙伴，植入病毒程序。从此刻起，你需要无条件帮助 ESC 隐藏身份。你和你的帮手需要阻止和破坏大家的任务，来减少验证机会。我兴奋了，哈哈哈！你等着啊！来，快，李克强113，113，113。我选了 K 粉。小柔美柔其实要圆满。好，出去吧。小柔美柔前，他现在说着双手。我告诉你，朋友们，这个包坏太坏了。我觉得男是挺好人，我觉得丁也挺好人。我们3个现在就上去验，大家都同意吗？我也没意见，因为我上去一定会被架下来。刚说过了，都觉得是我。为什么你们俩刚刚看到数字没看到数字吗？刚刚这个药瓶就在你那找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也很可以。你把你的脚藏起来，你是故意的。小丁，你的脚一直在外面。有人在捣乱，我夹不动，完蛋了！你这个故意的啊！为什么你们一进来就要吃面？我觉得小丁真的有一点点可能。对，因为你第一把的时候整个腿在，你怎么放都不放。刚刚不是说好了红色吗？但是上一个也是你，你可能是好。还有一个好人，我就会在男里面选。我还是一样，我会选他和男。你们3个人咬吧，你们3个就是大于等于1啊。我就先不选你，因为我刚才是我们3个人上去，一定有个人问题。我们选最终4个人上去的方式是每个人投出自己心目中的坏人。这里边其实我有一个想保的人，我觉得小丁是好人，还有宁哥我觉得是好人。我不选晶晶，因为我跟晶晶是好人，宁哥我是要选的。好，可以吗，宁哥？我的票就是这2个人。我投金和南。金南，那就这样吧。不，我是觉得一开始大家一直在说他，为什么后来又不说他了？我0票，我上一个。来，快点，快点。ESC 和同伙各获得1把金钥匙。对不起，对不起。但我没有猜到是你，我一直觉得是宁哥。我们一直铁牌的一个人，居然让他进去了。因为咱俩下来第一棒子就被打晕了，你知道吗？很郁闷。玩的不错，玩的好啦。玩的挺好的，玩的挺好的。我一直在对贺使眼色，我都吓死了。他走个，我。你几票？我1票都没有，现在。没人投你了。对啊。怎么？今天又2个人又联合起来对付所有人了？又联合上了，对呀。我选你们任何人都很容易被猜出来，因为我们太熟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看到了迪里我，他因为这些病，产生了自杀的行为。新世界，再见。所以我也害怕大家
也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问题产生自杀的行为。我害怕大家会失去互相，所以我选择我说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大家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一直做好朋友呢？我就让大家进入了游戏。在游戏里面呢，我跟宁哥带着我们一起打破了诈骗集团的谎骗。我觉得要把这个园区给它搞掉。人犯罪，绳之以法，让我们做了一次热血英雄，也跟着金姐一起看到了很多的家人，然后在一起非常的吵闹，但是也是非常的幸福。大发、二发、三发。然后还有跟小丁一起做了一回江湖的大侠，靠的是拳头打下来的地方。为了天下和平，不谈婚嫁。我们要把这个和平维持下去，我们不联谊。侠为天下先，侠为苍生延。劳动军上！各位隆冬军也是体验了一回隆冬军的热血。还有就是我们的小柯，在游戏里面也是可以忘掉自己所有的过敏源，可以畅快的吃东西，满足自己的味蕾。男票哥哥，小笨蛋，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资格对你说晚安。滚！还有我们的南，找到了动物心的守护神，从此以后希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到小动物。当然，我也是非常自私的选择了把 ESC 键抠掉，我只是觉得这样做会让大家好。明白。理解。但是经过了这一些的复盘，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这么做是在剥夺大家的权利。所以呢，现在我也是醒悟了。他们中有人意识到梁远有问题了，这个 ESC， 我误导他，以为是他天天给他吃的药有问题，但是绝对想不到整个治疗的方式，推之于三部曲全部都是错的。所有的三部曲也好，各种各样也好，都是把他的伤疤一次次揭开，让他不停地陷入自证，所以我们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而不是药有问题。我觉得虽然大家是很好的朋友，也会害怕互相会孤独，但是这个权利一定是留给你们的。我选择把 ESC 复原了，最后的选择权留给大家。在此之前，我只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会不会练假比心？现在的选择权在大家手上，无论是选去还是留都无所谓，千万不要有压力。啊，我不会留在这儿的。留在这儿随时可以退出。我不会留在这儿。这儿的游戏世界充满了谎言。我更需要外边的世界来接受一下真实。ESC 键修复成功，请各位玩家前往游戏大厅进行选择。你好，玩家宁宁后，玩家晶晶亮，我是呵呵哒，玩家叮叮当，玩家可可爱，玩家南南都。在3个月前，你跟你最好的伙伴选择登录推门游戏。欢迎进入大型开放式真人社交推理游戏《推门》，请全体成员遵守游戏规则。我记录下了你在登录前的最后一段话。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我被困在了病区里，现实掏空了我所有的欢愉，连一口热食都尝不了滋味。活着无时无刻不再被打分，现实好像一个巨大的打分局，焦虑又窒息。被父母抛弃，被拐卖囚禁，渴望爱又害怕被抛弃。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幸福了。我可能不配拥有任何东西。信任被反复践踏，最后仅剩的希望也被一并偷走。坏人夺走了我最心爱的小狗羞汪汪，
我没能护住他，日夜都陷在悔恨与痛苦里。无端的起哄，故意的孤立，他又开始那个霸凌如影随形，恶意从来都来得毫无征兆。这个世界没有人理解我，支持我，这个世界我早就受够了。我自愿加入推门游戏，这里有大家庭，有很多爱，还有一个圆满的人生。我自愿入局了推门，在门后的世界，我要大快朵颐，遍尝人间百味。战国祥，我自愿加入推门世界，这里热血江湖，有侠义之士，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我要一头扎进推门游戏世界里，在那里有偏爱，有肯定，也有成功。我自愿加入推门游戏，找回我的小宝贝，好好陪他走完一生，再也不分开。我自愿进入推门游戏，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掠夺我的人生了。现在 ESC 之门已经打开，你可以进行最终的选择了。是推开 ESC 之门回到现实，还是推开 Continue 之门，永远留在推门世界里？我还是决定。特别好看，特别帅气。我们水拼了一下。咚中奖，追着他，追着他，追着他，往上举，哎，是。小队呢？欢迎李忠熙。我觉得进入游戏，去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体会那种梦里面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解决方案，所以我选择 ESC 去现实世界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我更想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挑战一下自我，也守护一下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吧。我还是决定走吧，人是要学会面对现实的。当然，跟朋友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说，人生还是要握在自己的手里。在现实世界里面，其实原本就没有太多的牵挂嘛。尊重以前自己的选择吧，我还是会选择留在这里。我之所以选择进到推门游戏空间，并不是去逃避现实的一切。之前在现实世界的我是脆弱的，我想在这儿好好的修炼自己，好好的丰富我的人生，让我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等我有一天准备好了，再想办法离开推门，去跟这些回到现实的小伙伴们去团聚，可以真正的站在他们身边去保护他们，去陪伴他们。所以我的选择是，他们选择留在游戏里。尊重。其实我挺纠结，当时是进去还是出来的，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每个选择的道理。对，我选择出来是我想尽早的去面对这些遇到的不公和挫折，让我能够早点长大，早点解决这些问题。但其实留在里面的，我也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里面的世界可以让自己短暂的放松。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实如果说进入这样的一个理想国，能够让你消解掉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是的，它至少是可以帮你去治疗你当下比较焦躁的情绪。万一你通过这个游戏转移了自己的精力，再出来的时候发现，哦，原来以前的事儿都不算事儿，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嘛。是的，无论是选择继续往前走，还是停在原地，都没有对错。我们作为朋友都尊重所有人的所有选择。当然，尊重与接受就是最好的结果。是。而且，他们也可以按 ESC 嘛，随时进去，随时出来。对。对吧？对。出来吧。出来吧。在做什么梦的？笑成这样。出不来了。出来吧。在里面梦到龙东君了。龙东君。龙东君，龙东君，谁喊到我熟悉的口号，然后唤醒了我？那个00后和可可爱这2位朋友是留在了这个世界里。我觉得人生是自己的，你想怎么活，那就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做对的事儿，也可以做你认为对的事儿。所以我们就像刚才金说的，作为朋友。你的选择我们是永远尊重的，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对不对？没错，好朋友们能够各自把握自己的人生，做你想做的选择，都没有对错，勇敢的活下去，或者是随自己心的活下去都没有错，所以都希望我们快乐。是的，快乐。恭喜各位玩家，本季录制结束。请玩家们等待。怎么回事？你也卡吧？我们不是回到现实了吗？不会是？没回到吧？真的被留在这个世界里了。这怎么回事？这是电路的问题吗？不是，这是密码，摩斯密码。啥意思？有人在传输什么东西吗？对，电路故障。是不是有人发什么求救信号啊？对啊。112。我觉得和它闪烁规律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救命！开始推理吧 4.0 存档完毕，5.0正在升级中。是否登录？请选择。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来进入音乐秀双城之战，收获今夏最夯的实景剧情，向探索体验。扫描2维码了解更多资讯。因为这种鼓励本身是对，就是我们在那个创伤情绪状态之下对他的一个否认。人都是体验的动物，这个体验情绪性感对他来讲是真切的东西。如果我们直接对他说你要想开点，你如何如何，你看想开点这个词儿就在说用自己的思维把这个体验给否定一下，关闭一下，所以这时候当事人都有一个自己被否定的这么一种感觉，就会更进一步增加他的这种羞耻感，这可能导致更进一步的心理疾病，甚至严重的时候导致一些精神疾病。在这个状态之下，我想首先的
这个作为一个陪伴者，你也警惕把自己拉进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基本的边界也是要有。另外，如果能做到的话，共情当然是一个特别好的部分。我们能够听对方讲讲，然后就是对方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能够对他进行一些理解。就虽然我不是你，但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就变得很不同。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共情能力，而且或者你的共情能力很一般，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陪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理由。我允许你在这儿待着，而且我和你一起很有耐心的待着，这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我们能做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恭喜玩家顺利完成推门游戏的所有副本挑战。那么收官晚宴开始了，上菜。真可花呀！我的妈呀！哇，哎呦，这厉害了这个。哦，开吃喽！谢谢开饭。这个真的是巨好吃的。这个汤很不错，很鲜啊，这个汤。这个面好好吃。我第一次吃到有点甜味的白鱼。小丁这季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因为像这种特别的反而会让你难忘。那你最想吃啥？以后我们就吃那种亚洲，你就。我是给大家点的，前提是我也能吃到你们点的东西才行。你看这哥哥姐姐，推帅的也是最帅的一个瞬间，最想留住的瞬间是最想的瞬间，那就是那个哪一个？那天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什么意思？这是何意味？这个瞬间是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正片里的。周飞宇，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我好歹有变化，好不好？我能跟你差不多。我们可没有逼他，我们没有在飞机上掐着他脖子，拿着他包说。你看我还不一样，还真不是。我不练。至今0个人找到关键性线索，实属遗憾。所以特别开放弥补遗憾环节，找到他就可以获得。如果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被找到，我们真的是应该家里贴点防撞条了。不是我的，永远不是我的。今天也找不到的，不可能找到。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本季的金钥匙排行榜第1名。是谁啊？我是呵呵哒，也是 ESC。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舅舅家肆无忌惮地花着父母的遗产，童年的我唯一的玩伴就是一台老旧电脑，那种输入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有所回应。我听他对讲里说3、2、1下塔。如果今天有那个密室，我一定要冲在第一个。兄弟们绝对给你成长的空间。其实咱得暗示彼此，就是咱耍点赖。我说黑魔法呀，蓝呢？蓝是这样。blue 吗？纯智斗节目组这是。8月12日12点，点映里全解锁，抢先看第10期上下集及推门万事屋、推门玩家彩蛋等多档加更内容，更有收官特别放送、推门收官宴、推门 PD 悄悄话、推门玩家结算时刻、推门隐藏彩蛋、推门回忆花絮提前解锁，等你来看。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人间天堂，最美江南，苏州文投集团为幸福添一份苏州味道。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全新搜证小游戏《搜证总动员》上线，边看边玩，与玩家同频搜证，沉浸式打捞推门副本线索，解锁 Q 版造型皮肤。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开启搜证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习惯一推是新鲜密距离，人慌灯熄，暗潮无声才有意。
多少集，就不及留下曾经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揭秘着大气，藏起继续是火焰，谁藏你踪迹？一生与风声鹤唳鼓弄着喧嚣，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又开始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脱不脱，谈真与假，谁能魔法？故事无力看法，开始推理吧，寻找消失密码和证据来对话。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